親愛的同學們，你們好，歡迎來聽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課，我是嚴老師。上節課我們說了什麼，還記得嗎？對，我們說過了，把字句。說完了把字句，當然還要說一說它的小夥伴是什麼呀？是被字句，很好。其實把字句說了那麼多，大家如果消化得非常好，掌握得還不錯的話，被字句对你來說簡直就是小 case， 很簡單了。如果大家對把字句還不太熟悉的話，也建議大家先回去聽一聽把字句的課，因為基本上把字句都可以換成被字句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說被字句，不聊把字句了。令人頭疼的把字句忘掉它吧。今天主要來看一看被字句，好不好？先看被字句的結構是什麼。被字句一開始給了你一個賓語，有人就奇怪了，老師，在句型當中為什麼一開始你給我一個賓語啊？這個來，我們看看這個例子吧。第一句話非常簡單，告訴你小偷偷走了自行車。告訴我，在這個句子當中，主語是誰？小偷，小偷做什麼了？偷東西了。偷了什麼？偷了自行車，把自行車偷走了，对吧？那麼在這句話當中，賓語是誰？自行車。其實被字句就是把我們的賓語當做了要說的這個主題，討論的這個話題。今天不說小偷了，就說我的自行車。我的自行車怎麼了？我的自行車，自行車原來是賓語，被怎麼樣？被小偷。小偷是這句話原來的什麼呀？主語，非常好。被小偷偷走了，是不是也可以把給放在這兒？結果呢，就是偷走了，被小偷給偷走了。好，非常好，給可以放在結果的前邊。這個就是我們的被字句。其實被字句就是說我強調一下這個賓語怎麼了？那除了被，還有另外的詞，它雖然不叫被，但也屬於被字句，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，只不過說法比較多了。第二個是什麼？讓，可以說自行車讓小偷偷走了，意思是一樣的只是我們的這個被換成了讓，讓還可以換成什麼？換成叫，非常好。被這個主語可以省掉，自行車被偷走了。但是如果你在用讓或者叫的時候，我們一般還是要把主語說出来。自行車讓小偷給偷走了，自行車讓小偷叫小偷給偷走了。好，下面再来看第二個，還是被让叫，但是後邊不是什麼了？不是对，不是動作了，而是形容詞來修飾它。怎麼說呢？看個句子，房間被孩子弄得很髒。其實說到底就是告訴你被後邊還可以用什麼？用動詞加的加形容詞這樣一個結構，形容詞一般前邊還有一個副詞來修飾它，所以就像是衣服洗得乾淨一樣，洗得乾淨，弄得很髒，這些都是大家已經怎麼樣掌握了、知道了、會用的，對不對？用形容詞來形容這個動作，這個動作的結果就是髒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可以把它放在哪裡？放在被字句中，更高級一點。談論的是什麼？談論的是房間。房間怎麼了？房間被孩子弄髒了。其實房间怎麼樣髒了。誰弄的？孩子弄的。主語，然後賓語是房間。這個就是被字句。
熟悉的表達，只不過把它放在了另外一個句型裡邊，其實啊是一樣的。只要大家掌握了這一個動詞、雙人的、副詞、形容詞的表達之後，直接把它放在被字句裡就可以了。再看第二個句子，孩子弄髒了怎麼辦呀？他還小，所以呀，媽媽收拾乾淨了，對不對？所以用被字句怎麼說？房間被媽媽收拾得很乾淨。賓語房間、被、讓、叫都可以，在這裡先用了被字啊。被誰？被媽媽。媽媽做了什麼？媽媽收拾房間了，收拾得怎麼樣？收拾得很乾淨。這樣一個長句子又複雜的被字句就出來了。好，接着來看，除了剛剛說過的那兩個，還有什麼呢？動詞後邊啊，還可以加這樣一些詞：成、做、為，是，對吧？當做是、看成、想做，認為啊，這些都可以放在動詞的後邊。怎麼說呢？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吧，更形象一點啊。馬克被大家選為班長，所以討論的是誰？討論的是馬克。動作是什麼？選，誰選的？大家。大家選誰了？大家選馬克了。選馬克當什麼呢？當班長。所以呀，馬克，如果你用馬克當這句話的當這句話的主題的話，應該是什麼？這個話題是馬克，馬克怎麼樣？馬克被大家選為班長，很好。再看一個，同樣是討論一個人，說的是誰？魯迅。魯迅大家熟悉嗎？到5級了，應該有的人看過魯迅的文章，是不是？魯迅是誰呀？是一個作家。有名嗎？非常有名。中國最有名的作家之一，誰認為是啊？中國人認為是，對吧？在這裡把主語怎麼樣？省掉了中國人。那我們再看，那討論的是魯迅，魯迅後邊是被怎麼樣？被認為是什麼？是中國最有名的作家之一。所以呀，這個就是被字句。再看一個例子，第3個，不知道大家對以前的中國了解不了解？現在的中國呀，發展的還不錯，對不對？大家開車的人也越來越多了。以前呢？以前可不是這樣。與現在不同的是什麼？以前啊，中國人都騎自行車，那會兒汽車很少，但自行車非常普遍，所以以前中國被稱作，把它 to called what？Called as a 自行車王國。這個是被誰呀？肯定是被其他國家的人，對不對？但是我們可以省掉這個主語，只是討論中國，就不管是誰說的了。以前中國被稱作自行車王國。看完了例子，我們再來做練習，已經熟悉的套路了，是不是？看完例子就來做練習。今天的練習也不多，我們很快的一起看一看吧。第一個，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，先來看一看這些詞。預定，3號桌，已經，了，被，還有別人。看到了被，知道要考你什麼？考你被字句，很好。被字句的放在主體的位置是什麼？是宾語，所以先找一找动作。
預定，預定什麼？預定的是3號桌，對不對？所以什麼在被的前邊？3號桌，3號桌被怎麼樣？被預定了。被誰預定了？被別人預定了，已經發生的，我們加一個已經來說一說這個句子。3號桌已經被別人預定了。再來和我們的句型對比一下，是不是先說的賓語預定3號桌，3號桌是賓語，把它放在哪兒？放在被的前邊。哎，這個句子呀，出來了誰？出來了別人。別人是誰呀？別人呢，就是預定這個3號桌的人，他其實是真正的主語。很好，在這裡主語也告訴你了，主語做了什麼？別人做什麼了？動作呢？預定，預定後邊加一個了，表示已經發生，所以3號桌已經被別人預定了。再來看第二個，還是按照老師跟大家說的思路，找找看，找動詞。佩服，非常好，佩服，佩服什麼？哎，佩服勇氣，他的勇气，所以用被字句怎麼說？他的勇氣在前邊，對不對？然後是被，被除了可以說被，還可以說什麼？哎，讓和叫，這個句子是讓，那他的勇氣很讓我怎麼樣啊？後邊呢是結果，是這個動作，他的勇气很讓我佩服，非常好。下一個，第3題，他被錄取了，還有什麼？那所名牌大學。好，我們來找找看，給了你這些詞啊，你先想想看，誰呀做了什麼？錄取是動作，對不對？誰是動作的發出者呢？誰錄取？錄取，哎，對，是那所名牌大學。大學去錄取學生沒有問題，錄取誰了？錄取的賓語是他，所以被字句裡邊誰在一開始的位置？賓語在一開始的位置，肯定他第一位，然後是被，被後邊是什麼？被後邊是哎，這個動作發出的主人，對不對？動作的主體是那所名牌大學，很好。所以我們現在出來了，他被那所名牌大學，然後動作呢？錄取，最後再加一個單個了，非常好，答案就出來了。他被那所名牌大學錄取了。也希望啊，如果你們還是學生的話，也希望你們以後可以被一所名牌大學錄取。好，我們看完了3個練習，順着這個思路，接着趁熱打鐵，再多做幾個題。第4個，很羨慕他苗條的身材，讓人找到什麼動作呀？羨慕，很好。誰羨慕？羨慕什麼？羨慕的是什麼？羨慕的是苗條的身材。然後呢？哎，讓放在前邊，對吧？他苗條的身材，誰的？他的，他苗條的身材，這個是羨慕的什麼？羨慕的賓語，賓語在哪兒？賓語在一開始，非常好。那麼一定是他苗條的身材後邊加讓，讓後邊可以是這個動作發出的人，對不對？那就是他苗條的身材讓人很羨慕。這個句子是什麼呀？哎，賓語苗條的身材後邊加讓、叫，都可以。然後呢是主語人，人怎麼樣？哎，很羨慕。這個呀其實是什麼？是形容詞，非常好。再看第5個，
這個理論，哎，找到什麼了？找到這個理論，理論怎麼樣？應用，對不對？應用這個理論。好，再找，又找到了背，背之後呢？背之後是什麼？哎，对，背之後啊，應該是動作，動作是應用，應用到哪兒了？到很多領域去了。所以呀，我們說這個句子是這個理論被應用到很多領域，對不对？先找到了，哎，應用，对不对？這個動作應用什麼？應用這個理論，所以這個理論在一開始的位置，後邊跟着是被，很好。被怎麼樣？被後邊是動作，被應用到哪兒了？到很多領域去了，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句型啊。再看第6個，小小透露一下，這是我們最後一個練習了，自己做一做吧。給你們10秒鐘的時間，句子會比較長。怎麼樣？你們的答案出來了嗎？你們是怎麼分析的呢？一起先來看一看這幾個詞啊。第一個，麵包，哎，名詞，放在桌子上的，看到了白勺的，哎，想去找名詞了。再看，吃掉，哎，動作出來了，又出現一個了，很有可能是放在動作的後邊，吃掉了，是不是這樣呢？接着看，不知道。哎，這詞兒出來，我也不知道要把它放哪兒了，那就先放一放吧。被，哎，被後邊是誰？誰其實就是什麼呀？是人，對不對啊？所以你先找什麼？先找這個動作吃掉。吃掉什麼？吃掉麵包。麵包是什麼麵包？哪兒的麵包？告訴你了沒？看到了白勺的，找什麼？找名詞，很好。那就是放在桌子上的麵包，動作呢是吃掉，哎，它呢又是宾語，所以把它放在第1位，很好。放在桌子上的麵包，哎，被吃掉了。如果沒有誰，沒有不知道，這句話其實也是可以的，對不對？但是人家有誰嘛？有誰你就要說誰是什麼？誰是動作的發出者？很好，動作的發出者在哪兒？动作的前邊，那就是放在桌子上的麵包被誰吃掉了？一個問號，還差一個詞，不知道。那不知道應該放在哪兒呢？哎，可以放在被的前邊，用來整體形容你不知道後邊這個東西啊。這個東西是什麼呢？被誰吃掉了？那就是答案是放在桌子上的麵包不知道被誰吃掉了。非常好，這個句子稍微長了點，需要大家慢慢的去分析。先看白勺的，是不是找到白勺的，把它們2個組合在一起，先放那兒，然後找動作吃掉。吃掉什麼？吃掉這個的麵包。然後既然是吃掉了，那它一定是賓語，賓語要放在前邊，那麼就先把放在桌子上的麵包提出來，然後加被。被後邊有人，但這是個問句，沒有具體的是誰，然後吃掉了，剩一個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被誰吃掉了，直接放在被的前邊就可以了。好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關於被字句的一些練習，還有被字句的用法，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麼樣呢？如果還不熟悉的話，多聽2遍，多想一想這樣的句子老師是怎麼分析出來的，對不對？動作賓語確定之後，動賓換成賓動，然後呢把
被放在它們中間。宾語被有時候可以說主語，有時候可以省掉，是不是？主語完了是這個主語的动作，动作完了有一個結果，或者說這種形容詞也可以用來形容它，所以呀，整個被字句就這麼出來了。好，今天的課今天的課還沒有結束，複習完了之後再看一看吧。老師剛剛總結了，是不是？那麼你們用老師剛剛說的那些方法，再來看一看這些句子應該怎麼做。第7題，哈哈大笑，逗，被，爸爸，孩子的，找什麼？先看到逗，是不是？逗誰？可以逗孩子，可以逗爸爸，就看你想逗誰了。那我們先逗誰呀？逗誰都可以，隨便你。我们先看逗的是爸爸，爸爸被誰逗？被孩子，是不是？爸爸被孩子怎麼樣？逗得哈哈大笑。其實你看到了的，你知道後邊呢是一個形容的東西，所以的後邊你用哈哈大笑，的前邊是一個動詞，動的，然後哈哈大笑，逗的哈哈大笑先出來，然後你再想，你是想讓孩子逗爸爸，還是想讓爸爸逗孩子？這個就隨你了。先是爸爸被孩子逗得哈哈大笑，你也可以說呀，孩子被爸爸逗得哈哈大笑，都可以。這是一個2個答案的題目。考試當中如果出現了这種題大家不要着急，其實你寫一個只要是對的就可以了。再看第8個，國寶，被，中國人，熊貓，稱為。稱為很熟悉，什麼為動作？稱為什麼？稱為國寶。還是對，是熊貓，對不對？熊貓怎麼樣？熊貓被誰？被中國人稱為的是國寶。為什麼不是稱為國寶？國寶是賓語因為其實動作的發出者是中國人，中國人稱的是誰呀？稱的是熊貓，只是把它稱為了國寶，對不對？那我們這個詞其實是賓語，加被加主語，動作後邊有個稱，成、作、為、是等等，然後再加你到底把它稱作什麼了，具體的內容。答案呢出來了，熊貓被中國人稱為國寶。這樣一個國寶，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？這個呀，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題目了。怎麼樣？是不是有點意猶未盡，感覺沒做夠被字句其實沒有那麼難，關鍵呢是你有把字句的基礎，然後你有通過把再轉到被，其實是非常容易的。被主要強調的是什麼呀？對，其實在被字句當中就是說賓語要做主語，非常好。賓語放在，不是賓語做主語是賓語要放在句子的最前邊，對吧？這個就是關於被字句的一些用法了。希望大家慢慢的消化吸收，不着急，慢慢來。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